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众所瞩目啊，来到了 TaylorMade 最新款 QY10开箱，抢先第一手消息，感谢大户人家赞助播出。然后大户人家想买，没有什么不会第一手买到的。没错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大户人家，他们买了 Max 版跟 LS 版，所以两个款式我们大家都会试测。没错。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比较。大家会跟什么比较？会跟你那一只 Steels Plus。对，第一代的。对，就是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新的 AI Smoke。对，到时候也会开 AI Smoke 给大家看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赶快来测试看看，究竟新的 QY10有没有比较好打起来的效果，真的有像广告说的10K 这么夸张吗？10K 是这个啊，10K 是它。我非常期待，真的。对，好，赶快测试看看。我们首先打我自己用的 Steels Plus， 那两代的差异，我们看看等一下测出来的数据，究竟最新款 QY10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效果？效果还是很好，毕竟是老战友了。但这颗其实依我自己的习惯，有点偏高了一点。一共打5颗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对比看一下数据。那今天实测我们就是都以正常下场的力道去打就好了，就不会像之前吹得要死不活。虽然现在还是有点喘，毕竟要打5颗。是有点累，哇，有打这支比较多，惯性都会是打出一点 cut， 对哦，但不影响距离。我这样感受速度有120，自己都吓到。好，我们赶快试试看 QY10 LS 版本打起来效果怎么样。那目前换上去，我自己的感受是，球头的重量变重了，就会让我感觉前端重量增加。然后摆下去的时候啊，我会稍微觉得杆面的角度更方正，因为像旧的我那个 Steels Plus， 它摆下去的时候杆面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打开，所以你看，像我在打出来的球，多数都是直的，或者是一点点小 cut， 或者是大 slice。大致上就是分这几种球，我们赶快打打看。我跟大家一样，也是第一次打，刚刚拍摄前被禁止先偷打，所以我现在也是第一时间的感受啊。哦，开的。不可能开的还300吧？开的打315嘛，开成这样会是315的吗？下一颗我稍微修正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杆头变重，然后让我球杆落后在后面的感觉有点多，我这颗稍微修正一下。触感，然后再跟你们说，我看我的触感，我再打一颗，感受一下。
哎呀，中上面一点。这颗有点打到比较偏上。哇塞！偏上也可以300多了吗？这颗其实我自己感觉有点快要那种甜不辣那种，结果还可以不要300，310。你看是不是很偏上？我那个发射角超高。哦。on 来喽！快按了，快按了！可是我感头速度还不错。对啊。触感也是不错的，但我觉得真的比较起来，可能那个差异性达到那种差异性，你不会很明显的感受到，除非你是那种很敏感的人，不然你真的是觉得敲到的感受跟之前不管是 Steels Plus 或者 Steels 2 Plus 比起来，其实触感是差不多，因为都是60x的碳纤维干面，所以其实那个感受没有差太多。我们赶快来试试看那只 Max 版10K 究竟容错有多高，能不能容得下我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挑战看看 Max 版本，号称10K 超高 MOI 容错率。那等一下，如果都在线上，你们就知道该选哪一只了吧？可是这只我自己首先摆下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刚刚有提到嘛 ，LS 版本它是蛮正的。那这只摆下去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觉得它有点稍微 close。我觉得它应该是想要 for 一般球友在使用的时候，可以偷偷的去减少你的 slice， 所以我觉得会 slice 球友可以参考。真的。是不是？那我正常打一颗的时候，它就会是带有点 draw 这种感觉。像刚刚那两只打起来就比较不会有，除非真的我今天自己动作修正过多，才会出现那种左曲的球。所以打这支的时候，我自己感觉可能要稍微有点卡，它才会是一个直球。但这支比较明显，它的距离就不会像 LS3 Plus 他们那种头比较小的版本打起来那么远。这颗头整个大超多的，超级大，它现在就像一个大麦克一样，超大一颗。刚刚那个 Plus3 LS 那个都小小一个这样，然后这颗它大概是变这样，整个放大，所以比较初阶的球友在打这个时候，一定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，然后比较容易打得到球。所以一般初阶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 Max 版本试试看。那进阶的话，当然就是 LS 不用讲。虽然会比较短，但也没有到想象中的差那么多。哦，有直一点了。你这容错蛮高的。很高。没有，刚刚看你，我还以为你有点会推出去。哦，334，是不是3支里面打出了最远的距离啊？好像是哎。刚好那2支好像没有打这么远。而且你的球干头速度是没有到最快的，才118而已。但他发挥的效率很高，118球速到168，我刚刚的回到120的，好像也才163、164的球速而已，吓到。今天刚刚可能打到一个非常甜的点，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数据。哎呦，抓到感觉了。哦，你会不会
会比较适合 Max 版本啊。会不会啊？因为你看我打 Max，结果后炫还1100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效率很高真的。118、167。What's wrong？ 有点东西耶，这东西。赶快看数据。好，那我们3支各打5颗实测结果，我本人呢自己打出来，球速上面很明显的看到，出乎意料，冠军竟然是 QI10 Max 版，完全出乎意料。因为前2支 Plus 和 LS 版这2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降后旋，然后提升球速，所以这是多数选手在使用的款式，但出乎意料，竟然是一个业余球友使用的款式，得到了最快的球速。对你来说是这样，还是其实说，因为厂商他在设计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提升业余球的球速，所以说不定 Max 版打出来的球速比较容易出来。但其实它的落差只有1.2，我觉得都在 range 内，只是击球的效率发挥出来的。对，但你看它就比你的 Steels Plus 1代差有落差。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的 Steels 1代跟最新款 QI10比起来，2个比就是2打1这样的状态，2个都是赢他的。甚至因为我的 QI10 LS 版有一颗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打有点稍微小甜甜这样，结果球速平均下来还是赢 Steels Plus， 可见它还是稍微的会有落差。但是今天让我最打起来意外的真的是那个 QI10 Max 版，因为 Max 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球速刚刚提到了变得很快，然后倒旋的话出乎意料的其实只有1593，那这个算是蛮意外的，因为 Max 版大家知道通常就是容错会提升，然后让你的球方向偏差会减少，结果我居然还让它方向减少，偏差减少，然后球的后旋还是低的，所以距离相当可怕。大家有看到刚刚有打出2颗蛮远的，前面虽然不太适应，打了1-2颗，好像没有很好的，但是后面2颗很惊人，打到我记得是3支杆子里面最远的。对，好像打到330吗？330左右。对，所以其实相当可怕。然后左右的偏差它也是最小的，就真的是如它的那个容错率所说，就是真的偏差值比较小。也有可能就是对我来讲，因为 Max 的头比较大，所以它的容错提高，然后让我比较容易去打到球杆的正中间。我觉得这个也有差别。小的就会反而比较容易有一点点误差在里面，所以可见我就是业余球友。我们在跳，那有一个蛮有趣的是，你看那个飞行距离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 carry 比较短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提这个？对。我打 Max 的时候 carry 其实平均下来是比较短的，但是它的 total 距离居然比 LS 还远。但是距离效果最好的还是你的 Steels Plus。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数据，就是虽然前面不管是球速他可能输了，最后出来的距离他还是稍微获胜的。可是比起来的话，我会觉得我 Steels Plus 打起来比较没有那种稳定性，我会觉得他的刚刚打出来的感觉给我的稳定性是比较低的。而且球会比较容易有点开右边的感觉。虽然我刚打 LS 更右，也有可能他的，因为你原本那支的后旋最低啊。对啊，它主要是因为它后旋低啊。因为你看，其实Steels Plus 跟 LS 比起来，2个就是比较接近嘛，但它后旋高，所以它没有滚到 total 324的那个平均。但是真的打起来，我会觉得 Max 给我的感觉还蛮舒服的，可能击球点也有差啊。我真的觉得击球点打到甜蜜点的感觉比较多。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数据，可以看到 Max 很明显啊，它的效率到1.41，另外2支都在1.37，所以其实 Max 打的点反而让我比较中间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右上角的球杆那个击球点，而且蛮有趣的，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Max 的球速是最快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
它的杆头速度其实是挥的最慢的哦。另外2支的平均到118、119，Mace 居然只有117.5，但是发挥出了最好的效率，所以那个球速就拉出来了。那整体其他的部分其实，没有偏差到太多。好，所以3支打下来 ，Kevin 教练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 LS 版本，没有，因为 Mace 版我真的会看得不太习惯。如果我真的要换 Mace 的话，我会要稍微适应一下。可是如果换 Mace，我觉得我的球到率应该可以提升很多，所以稍微考虑一下，毕竟要花钱。快，汉勋哥测试给大家看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打我自己的 M2， 是10.5度的头。然后我今天杆身应该都是会用我自己这支杆身。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才最准确。对。结果测出来发现是需要换杆身，会不会？不是换头。但因为这支平常我都把它调到9点多度，不知道这样打会不会有影响？会，打起来应该会变高，跟你原先的那个弹道可能会有差。现在是调回正常的嘛？调回正常。很高。对啊，球多数都偏高。打很高还是280。还是要打高才会变远。打高才会远啊，打高后旋少就会远。虽然刚刚那个有点太高。对啊。这个感觉蛮甜的。可是弹道都有点偏高区。对啊。所以我才把它调去9点多度。所以确实你该换一支9度的。等一下打打看就知道会不会有差。好，调一个。追击。没事，最真实的数据，这就是下场会发生的。我们来换。你要先打 Mace 还是先打 LS？ 我先打 Mace 好了。好，你先。我应该就超适合 Mace 的那种人。好，10K。10K。打到球了。感觉都偏内侧比较多。偏内侧吗？都偏右这两个。挥起来的感觉呢，就真的在打的时候，会觉得有差吗？好像不管打到哪，手感都蛮好的。我自己觉得，就是都感觉都打在差不多的地方，但有可能真的都打在差不多的地方，因为2颗球都是开的。对，有可能真的是打在同一个地方。很稳定耶，3颗都是同一个地方。但感觉后旋都偏高了。对啊，我打到4000。快4000哎。对啊。都可以切干了。很停哎。有在修正到中间一点。3300。感觉你会适合 LS 版本。真的吗？等一下这颗打完，
我们试试看。这个就没什么打到球了。哎，这跟刚刚那个最后一颗打的感觉差不多，但是它的效果很好。所以只要第5颗一定会没打到。第5颗一定会没打到。但是10K 还会帮你留在球道中间，是不是？还在线上？对，目前看起来你那个小地图里面黄点都在比较密集的地方。对。好，赶快 LS 版试试看。也是有点开。哦。感觉后旋会比较低。哎呀，没差多少，低一点点而已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不换球杆的吗？事实证明，人大于球杆。但距离提升了不少提升不少吗？哦，这颗到2300的后旋了。哦。打到277啦。那我是不是要自己偷修正一下？稍微要啦，因为你只是把自己修正到正确的路上而已，不是说做一些坏事去假装这球杆好大。你觉得打起来的难度会比 Max 难打吗？因为刚刚我提到那个头的大小感觉不一样。你自己的感受呢？讲真的，对我来说没差。你不觉得2个有差异这样？我不觉得，我自己可能我感受度非常差。哎呦 ，online。哦，看来球杆还是有差的。看来球杆真的有差呢。哦呦，这个有中吗？偏外侧一点。哦，连续300哎！要再打一颗吗？不用啊，我们平均就5颗。等一下你要打再自己打。我们赶快来看一下3支的数据。打起来。目前看起来会获胜的一定是 LS 了吧？赶快看起来是这样。看细部数据。好了，那勋哥的15颗打完实测出来，出乎意料啊 ！LS 版本是他打出来效果最好的。但我觉得这个也是，TaylorMade 他们会特别去推 LS 版，就是低后旋版，然后许多球友也喜欢卖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大家打出来通常会看到我们数据里面显示出来，很多人在打 Max 版的这种易打版，会比较容易有高后旋这个事情发生，所以一般你会看到大家的后旋大概会像这样到3200。那这个相对是偏高，我们会希望 driver 来讲，最好的后旋大概在2000左右，这个可以最有效的发挥出你的滚动距离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当勋哥打 LS 版，他的后旋只有2300，所以他的距离很明显的 carry 就直接拉高了20嘛，carry 哦，所以整个滚动下去，平均到了275。而且要想，这中间还包含着他前面3颗都是打的有点开掉的那种球，然后平均下来还可以到275，算是很常见的数据啊，就是多数人会发生的，就是打了低后旋版本的杆子，后旋降低了，所以球的距离就出来了。那他刚好就跟我相反过来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出来，就是说，对他来讲，因为他的挥杆条件下会打出比较高后旋的球，所以杆头的降后旋功能帮他有效的降低了后旋，然后拉出了他的距离。那对我来讲，我的后旋本身就可以偏低，因为我的
挥杆动态跑出来的状况，就是可以让后旋是比较低的。所以当我在打会拉高后旋的 Max 班，它还是可以出现的，不能说出现，应该说它反而会出现一个正常的后旋。那我打 LS 班的时候会出现是比较过低的那种状况，对吧？所以对我来讲，其实你只要给我打那支杆子不要是什么超级无敌高后旋，其实我打出来的后旋大概都可以在2000左右，因为动作已经是大于了杆子。那勋哥就很实际的，就是大家业余球友的状况，很明显的发挥出来了。高后旋的人打 LS 班会降非常多的后旋，降快1000，降到快1000呢。你打 Max 跟那个差了快1000，但跟你自己原先 M2 就没有落差到很明显。但我 Max 球速跟 LS 差蛮多，对我来说差到4。对，那倒是差了很多。我们稍微看一下球杆数据那一页，意外的发现了他在打 LS 的时候，杆头速度其实有变快2迈，有快一点点，但反而他的 M2 效率其实是最高的。但我觉得那个跟 M2 它本身球头杆面设计比较大也有关系，因为刚刚我们稍微比较了一下，Q10 的 Max 跟 M2 的那个头比起来 ，M2 的那个击球面还是稍微大了一点。所以它的容错可能会更高。毕竟当年 M2 就是一个深杆，很多人使用这支杆子。其他数据的话，比较给人惊喜的部分就是打 LS 的时候，它的杆面角度，就是它回正击到球这个角度，竟然是最接近0度的一个球杆。2支容错高的反而都到了3度，然后 LS 版到1.6而已，所以是最接近0度。所以大家看到，当它只要杆面回正的漂亮的时候，就出现了300码的这种球。所以其实杆面回正这点很重要。你越可以让它接近到0度的时候，你打出来的球，第一越直，第二发挥出来的效率会越好，就可以打出300码。我不能打容错太高的球。你不适合容错高的，我不是，因为就是大家知道，在数学里面就是负会得正。负会得正，当你的动作，然后呢配上一个难打球篮，蹦出了新火花。是不是？目前看起来的效果是这样，所以看如果你是负正，就会得到负。所以其实各位球友不一定是要打 Max 的不一定。大家会想说我看搞怕歪了那我要去打那种Max 班或者是那种一打宽，对，较袂歪，然后会在球道这样，有时候会有很惊人的效果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尝试看看。那我觉得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地方它都是可以提供你测试杆子，有数据，然后呢你试打了之后再去选择购买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准确的。没错。你一定要有一个测试下来，然后你才可以知道说你自己适合的是哪一个款式，或者说，你打原本的可能跟新的根本没有什么差别，那就不用乱花钱了。我们这边是不推广，但是喜欢的话还是要买。对，有时候就是想花钱而已啦，就是换了之后会有一个新鲜感，所以打起来会特别好，都会有过渡期。那大家都可以去实际测试看看，找最适合自己的杆子。好，那今天实测完，其实我们2个打出来的，大家自己手上拿的有交换了。如果有仔细看的观众会发现，开场跟结尾不一样，交换了球杆我们各自发现了自己比较适合的杆子是哪一支，所以记得一定要多测试。然后我们今天实测下来，我自己的心得就是，我觉得打起来就是对我来讲 ，Max 的话它杆头比较大，所以我的击球点反而可以更精确的去打到那个正中间的甜蜜点，所以才可以发挥出那个漂亮的距离。对，虽然 Plus 打起来比较帅、比较爽，但好像对我的实际效果不是这么大。今天呢 ，LS 还是交给我来吧。LS 这种难的东西还是交给你，可以帮我加分的。对我这种 YouTube 球友而已，我就打这种简单的就行了。对啊，好，我们期待很快卡拉威 AS 梦，大家一定会想要看卡拉威最近很红的 AS 梦。
究竟会不会比去年的3钻更惊人？我们当初的377、 388， 388吗388哦，是388，我一直以为37啊，388究竟能不能突破那个新距离？我们期待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J， 下期见。感谢大户人家。哎呀，还好啊。哦！今天最有120、174，这样会很快，很快，你看这样会比较快，没那么重。卖你啊！不要回头。感生卖你啊！好，来一个最远的结尾。来，那你在秀管？钢之没啦。对啊，难怪才350。哦。干330 carry。330的 carry 我找到适合我的感声了。335的 carry 125、179。哇，你 carry 335好扯哦！好扯哦，感生卖你啊！要不要感生卖你啊？原来是这只感声，而且我行动磨掉，你找不到，你只能买这一只了。